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7月7号星期五，没想到吧，加练一天啊！因为下周三强度课，如果今天不调整一天时间的话，下周三那天正好是休息日。这样今天周五练一天，明天休息，然后周日、周一、周二、周三，强度课正好是第4个训练日。之后下个周期的前3个训练日就跑得轻松一些，而且像团练的这种早晨的强度课，其实都是没有完全顶到强度的所有人，因为他们晚上还有一次。像早晨晨跑不吃饭出来，你很难顶到最理想的状态。就像我昨天说的，该快快该慢慢吧。如果您顶不到最理想的状态，那就不如调整。今天没有昨天那么闷热了，昨天是因为刚下了一夜的雨，然后又特别的热，空气都是湿的，这儿比北京的湿度大多了。昨天回了评论之后回家，我又看到有新的小伙伴分享，写的特别长一段话，说到跑步这几年的经历和过程，特别有感触，今天跟大家聊聊。而且那天我在那边那个河对岸看到了有一个叫 YTV 的电视台的大楼，那前面有挺有意思的东西，一会儿带大家第一视角看一看，好吗？看日出云，行吧，咱一会儿聊啊，加油干！大家看，就是这栋楼啊 ，YTV。然后我们转过来看这边，有一个基本上是等身大小的铜像，现在是背影啊。看，能看清吗？然后地下还有一个二维码，不知道扫了以后是什么啊？是 translator。可能是讲解吧，翻译。看，差不多就是到我的腰上面一点，几乎就是等身大小的。哦，看上去是铜的，我不是太懂啊。那天无意中发现的，而且不像是一个新的设立的，因为它底下这个标题已经看上去有岁月的痕迹了。哪天晚上来看看，这个楼就是 YTV 的楼，哦，有点意思，而且做的质量很不错。行，我们慢跑2圈回家，过了这个桥就是大阪城公园里头。也有跑步的人在给他们拍照。啊，看，僧人也在拍风景，刚才小伙还自拍呢。早上起来全是云，你们看远处的山的那条线看不太清啊，就你看还过了电车，那个山那边就是奈良，好像到那个山就到奈良了，30来公里。这儿就是我总进大阪城的这个门。今天不会跑太多，轻松跑，就是保持一下身体训练的节奏。今天聊的这个评论是一位老哥说，看了咱们频道也很长时间了，一开始跑步
就是出于兴趣爱好，想怎么跑怎么跑。1个月100多公里，跑得特别开心。之后参加了一场半程马拉松的比赛，跑了1小时50，然后开始训练。我总说训练和锻炼，开始训练之后，各种的课表，各种的间歇变速，减肥，准备比赛，总想有好成绩，就觉得我感觉到他文字里的那种感觉，好像没有一开始跑步的时候那种愉悦感。是这样的，而且这个过程我觉得不太好避免。我理解是我现在进入了第3个阶段，之前跟大家聊过，这第1个阶段就是那位老哥描述的第1个阶段。之后第2个阶段呢，就是什么都特别的较真儿。到第3个阶段呢，就会回归平静。我可能刚刚摸到一点点第3个阶段的边儿。就像那天我说的，一开始大家等一个红绿灯叫严丝合缝的启停表，那就是第2个阶段开始了。确实是会有更多的焦虑和不开心在这个阶段下。像我总跟大家说只争朝夕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并不是想让大家去更往这个牛角尖里钻。我觉得是锻炼还是训练是每个人的选择，是跑步还是马拉松是每个人的选择。马拉松跟跑步是不一样的。马拉松是吃苦受累，然后为了比赛严丝合缝的较真儿，然后有的时候活得真的很辛苦很辛苦，或者说大多数时候活得都很辛苦很辛苦。但是跑步不是的，跑步如果您什么都不想，就开开心心的想跑多少跑多少，那其实是很愉悦的。就像跑团里有一些小伙伴就是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跑步，不挺好的吗？所以我往前想，我这几年也是，确实会有3到4年甚至5年的时间是在这种追求的焦虑中度过的。这个其实也分周期，一开始吧，你会觉得没有焦虑和那种紧张，就是我要再更好，总有那种前进的感觉。前进到一定程度，也许是您觉得累了，亦或是您觉得已经拿到了一个相对不错的成绩，不想丢失它，这个时候就畏首畏尾了。就是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担心的，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怕的，什么都有了，什么都知道了，或者知道了一点点，就开始想得多了。我那时候怎么对抗这种焦虑呢？就是进一步的再往极致的做，再去更努力。这样就是说白了，我没有后悔的点，就结束了。我也劝屏幕前各位，就是我不会跟您讲说您不要这样，会过去的，这个不现实，必须要经历一遍。我只是想跟您说，很多人都和您一样，包括我，经历这个的时候确实是压力比较大，这个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。今天凌晨，明年的伦敦马拉松抽签出结果了，不出意外的没有中啊，哈哈。伦敦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城市，我感觉，虽然就去待了4天。哦，看有黑人小伙，人家这个动作就是不一样，大家看，是吧？这也就是5分20。哦 ，nice run。
我不知道他这个衣服是什么意思，后边什么高中？我们看一会儿吧。但是他真的不热吗？戴了个毛线帽子。但是呢，其实您在这个阶段也是一个好的现象，就是如果您志在马拉松能在这个阶段是一个好的现象，那就说明您的成绩肯定会能摸到您的天花板，而大多数男性的天花板都在3小时以内。也有一些小伙伴就是在两者之间徘徊，又是娱乐又想跑马拉松，这种就看心态吧。也没有什么不对，没有任何选择跟决定是错的。可能这样的话，您又获得不了纯粹跑的愉悦，又获得不了太好的成绩。如果您现在仍旧是锻炼，每天随便跑一跑，您真的可以这样下去，千万别听了我的就怎么样，那样我也会很不安的。我只是说，志在马拉松成绩、想训练的小伙伴，也许可以从我的经历中获得一些东西。现在的配速是4分50，估计。所以发评论的这位老哥也不用太多想，您最后问我能进3小时吗？肯定可以的。就是我跑4个小时的时候，3小时50多的时候，3小时40多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敢想过我能进3个小时。之后我下一场马拉松就是3小时02，当时我就想的我肯定可以进3个小时。有的时候马拉松成绩是一个量变堆加到质变的过程，它是一个台阶儿，并不是一年比一年快5分钟，那样真的太累了。所以我昨天说，每天的努力训练是让自己感受到自己进步的最好办法。行吧，那就跟大家聊这么多，我专心跑会儿步，加油干啊！哎，7月7号星期五清晨6点26，第5个训练日训练结束啊。今天调整一下，没看到片头的小伙伴可以知道一下，因为调到明天休息，这样才能赶到下周3强度日的时候是训练日而不是休息日。行吧，今天跑了个12公里，5分19，平均心率134，功率189，跑了1小时04，步频190。但是中间在那柯南那个铜像那儿站了好久，还拍了拍照，我也没停表。哎呀，又是炎热的一天。说着这个今天没有昨天那么湿了，但是还是这边湿度挺大的。你看这汗。行吧，那5个训练日到第5天，其实我还是那么认为啊，并不是你的身体真的不行了，是因为你适应了那个节奏。就像你到了周末说周6要加班，那你肯定觉得周6加班特别累，对吧？并不一定真的是不行了，大多数是心理问题。不过还是像我刚才说的，劝大家激进不冒进，无论您是锻炼还是训练，就算您每天锻炼，也是希望自己能练得越来越好，对吧？就是钻牛角尖这个过程是必然的，真的是必然的，躲不过去，谁都躲不过去。就能躲过去的都是就我所说的各种方面有天赋的人，或者说心理方面有天赋的人。别想太多，面对比赛，面对成绩，面对受伤，面对生病，都别想太多，这都是短暂的一个过程。总的大方向，只要您每天努力训练，或者每次努力训练，总的大方向绝对不会错的，好吗？那就这么着，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加油干，加油下训。这次真的是后天见了。